一家过去常年被贴上氢能标签的冷门公司，刚交出一份堪比 AI 芯片龙头的财报，单季营收首次突破1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65.5%， 全年收入指引直接接近翻倍。市场一夜之间把它重新定价，说 AI 算力缺电，它就是下一个卖产人。这期我们不猜股价涨跌，也不重复新闻标题里的增长数字。我想带你拆开这份财报的细节，看清这场 AI 电力订单潮到底是基础设施的真正拐点，还是把客户集中、预付款和落地风险一起包装进了增长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志行，这里不做投资建议，只和大家一起把市场背后的逻辑看清楚。这份二季度财报放出来的时候，很多跟踪清洁能源的机构都愣了。10.65亿美元的单季收入不仅创下公司历史新高，增速更是比上个季度再上一个台阶。全年收入指引直接上调到39亿到42亿美元，终点相比去年几乎翻倍。这种级别的增长，在传统能源设备行业几乎看不到，反而更像处在爆发期的 AI 芯片公司。市场的反应非常直接，过去大家提起 Bloom， 第一反应是氢能燃料电池公司，业务慢，盈利难，属于典型的清洁能源题材股。但这一次，资金直接给它换了一套估值逻辑。不再用传统环保设备的眼光看它，而是把它定义成 AI 时代的现场供电解决方案商，绑定的是数据中心的电力缺口。这种估值逻辑的切换，往往是股价弹性最大的阶段，但也是最容易高估远期空间的阶段。很多人只看到了新故事的想象力，却没来得及细查故事的支撑够不够扎实。我得先说明，这一轮上涨不完全是概念炒作。收入爆发的同时，公司的利润率和现金流也同步好转，不是那种只烧钱换收入的增长，但增长得到了证明，不等于增长的质量也得到了证明。这也是我这期最想和大家聊透的地方。很多人聊 AI 算力瓶颈，第一反应都是缺 GPU、缺芯片、缺高端算力，但真正跑在一线的数据中心运营商，最近越来越常提另一个问题：电芯片可以下单采购，只要肯加钱，总能排到产能。但要让一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真正通上电跑起来，等的不是芯片，是电网扩容、变电站建设和并网审批。传统电网的扩容周期动辄以年为单位，很多数据中心设备都进场了，却因为并网进度跟不上，只能闲置等待，整个上线时间被拖慢几个季度。对于抢时间的 AI 厂商来说，晚几个月通电，可能就错过一波算力需求的窗口期，时间成本远比电费成本高。这就是 Bloom 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突然被 AI 行业盯上的核心原因。它可以直接在数据中心现场发电，绕开一部分电网扩容的等待时间。这里有个很常见的误解，需要先掰过来。很多人把它当成大型储能电池，觉得是靠储电来解决供电问题，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它本质是现场发电设备通过燃料的电化学反应产生电力，可以使用天然气、生物气，未来也可以用氢气。但现阶段商业化落地，主力仍然是天然气，所以不要轻易把它包装成零碳 AI 电力方案。短期来看，它的能源来源依然依赖化石燃气，碳排放的改善幅度没有宣传里那么极致。它解决的核心痛点从来不是更环保的电，而是更快用上的电。这一点很多热门解读都有意无意模糊掉了。说完行业逻辑，我们回到财报本身，先客观说，这份财报的经营拐点是真实存在的，不是靠财技堆出来的纸面增长。我们一份一份拆开看。首先是总营收 10.65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65.5%， 这个增速在公司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其中产品收入 9.35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更是达到了 215.4%。 这说明增长的主力是核心设备销售，不是服务或者其他零散收入，质量本身是扎实的。更关键的是毛利率，从去年同期的 26.7% 直接提升到了 33.4%， 毛利率提升接近7个百分点，对于制造业来说，这个幅度非常可观。这背后是规模效应的显现。订单量上来之后，供应链议价能力提升，生产端的摊薄效应也开始体现，盈利能力的改善是实打实的。最让市场意外的是经营现金流，去年同期还是净流出 2.13 亿美元，今年二季度直接转为净流入 2.26 亿美元，反转的幅度非常大。收入、毛利率、现金流三项同时改善，这也是为什么市场愿意给它重新定价的基础。
如果只是单一指标好看，行情走不了这么远。我自己看这份财报的时候，前半段其实是认可的。一家公司从长期亏损走出来，出现经营拐点本身是值得重视的信号。但越是在市场情绪高涨的时候，越要往数字的深处多走一步，有些藏在增长背后的结构，才真正决定这份增长能持续多久。整份财报里，我认为最值得反复掂量的数字，不是165%的营收增速，也不是转正的现金流，而是上半年公司有73%的收入来自同一个客户。单看二季度的话，前两大客户分别贡献了44%和21%的收入，加起来合计65%。也就是说，半壁以上的江山靠两个客户撑着，不只是收入，应收账款也高度集中。前三大客户分别占了36%、34%和17%，几乎所有应收都攥在少数几家手里。客户集中这件事儿不能简单说成好或者坏，对于处在爆发期的行业来说，绑定大客户本身是优势，头部客户的订单量大，确定性高，可以快速帮公司放大产能，拉升收入规模，跨过盈亏平衡点的速度会快很多。换个角度说，只要这个大客户的建设节奏不变，公司接下来一两个季度的业绩都有保障，但一旦变了，影响也会立竿见影。硬币的另一面是单一项目的延期、设计调整甚至取消，都会直接砸在当期收入上，业绩波动会非常剧烈。一家公司如果70%收入靠一个客户，那它的业绩节奏本质上是由客户的建设进度决定的，而不是自己的产能。我不会把客户集中直接定义成财务问题，很多基础设施公司在发展初期都会经历这个阶段，这很正常。真正的关键是接下来能不能持续拓展新客户，让收入结构慢慢分散开。如果过了一两个季度占比还是这么高，那故事的性质就不一样了。聊完收入结构，我们再看大家最关心的现金流，从净流出2点多亿到净流入2点多亿，这个反转确实亮眼。但如果仔细看资产负债表，你会发现这次现金流改善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客户预付款的增加。截至二季度末，公司的客户存款从去年年末的7821万美元大幅增长到约3.61亿美元，翻了4倍还多。递延收入也从6561万美元增长到8448万美元，这些都是客户提前打过来的钱，直接增厚了当期经营现金流。先说明白，预付款不是假收入，更不是坏事。客户愿意提前打钱锁定产能，本身就说明需求真实存在，而且很迫切。对于处在产能爬坡期的公司来说，预付款是非常好的缓冲，既能缓解现金流压力，也能锁定下游需求。但收到现金和项目真正安装完成，通过验收确认成可重复的利润，中间还有很长的距离。很多投资者看到现金流转正就松了口气，觉得盈利质量变好了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预付款更像一种未来收入的定金，它预示着增长，但不等于增长已经落地。真正需要跟踪的是客户存款能不能顺利转化成确认收入，这个转化的速度和比例才是现金流质量的试金石。从客户打款到现场安装，到验收确认收入，再到后续的售后服务收入，这是一个完整的转化漏斗。现在我们只看到漏斗最上面的入口变大了，但中间会不会堵，转化率高不高，还需要后面几个季度持续验证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也发现了，Bloom 可以帮数据中心绕开一部分电网排队的时间，但它绕不开真实世界里的其他关卡。现场发电解决的是电从哪里来的问题，但它解决不了数据中心项目本身能不能顺利落地的问题。这份财报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，就是上半年安装业务的毛损反而扩大了。公司给出的解释包括项目组合变化和里程碑时间的调整，安装环节的亏损扩大，其实已经在暗示现场落地的复杂度可能比市场预期的要高。基础设施项目的特点就是规划和订单都可以很快，但真正从纸面落到地面，每一步都可能出变数。我去翻了公司最新的10Q 文件，里面明确列了一长串风险因素，包括漫长的销售与安装周期、施工延迟、并网延迟等等。其中特别提到了纽约州在今年7月对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设置了临时许可暂停，这类地方政策变化是公司完全无法控制的。除了政策许可，社区反对声浪也是一个变量。
AI 数据中心的耗电占地和环境影响，已经在很多地方引发了讨论和抵制。一旦项目选址遇到社区阻力，轻则延期几个月，重则直接取消规划，这种风险不是靠技术优势就能化解的。很多乐观的叙事里，只算了 AI 缺电的大账，觉得只要需求在，业务就一定能落地。但真实的基础设施生意从来都不是线性的。电网瓶颈只是第一道关，后面还有土地许可、施工、社区燃气供应好几道关卡，任何一环卡住，订单都变不成真正的收入。基于现在能看到的所有信息，我给这家公司梳理了3种可能的未来情景，你可以对照着看后续发展更靠近哪一种。最乐观的走向是 AI 电力需求持续爆发，同时新客户不断进场，单一最大客户的收入占比逐步下降，客户结构持续分散，客户存款顺利转化为确认收入，产品毛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继续改善，安装业务的亏损逐步收窄。到那个时候，经营现金流就不再主要依赖预付款和营运资金变化，而是真正来自日常运营的造血，甚至还能打开更多行业的应用场景，估值逻辑会彻底切换。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中性情景， AI 现场供电的需求继续保持强劲，但客户集中的问题不会很快解决，收入依然高度依赖少数头部客户。财报整体看起来很强，但季度之间的波动会非常大，某个季度超预期，下个季度就可能因为项目延期不及预期，股价也会跟着大幅震荡。这种状态下，它本质上更像项目型的基础设施企业，而不是市场期待的拥有稳定增长曲线的科技公司，估值上限也会受到限制。最后是需要警惕的谨慎情景，如果后续 AI 数据中心的资本开支整体推迟，或者单一大客户调整建设节奏，订单增速就会立刻降下来。再叠加许可审批、社区反对或者供应链问题，导致项目交付延迟，那现在的高增长指引就会承受很大的兑现压力。一旦市场发现增长节奏没那么快，之前透支的预期就会回吐，股价也会面临不小的回调压力。当然，现在说哪种情景一定会发生都还太早。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，不用急着下结论，重点跟踪几个关键信号就够了。第一个要盯的就是最大客户的收入占比能不能从现在的 73% 逐步降下来，客户越分散，业绩的确定性就越高。第二个信号是客户存款能不能稳定转化为已经确认的收入，转化顺畅，说明需求在顺利落地。如果存款越积越多，收入却没跟上，就要小心落地，不及预期。第三个信号是安装业务的亏损有没有收窄，安装环节的盈利变化直接反映项目落地的顺畅程度和成本控制能力。第四个信号是扣除客户预付款的影响之后，经营现金流是不是依然扎实，不能只看现金流的正负，要看它的构成是不是健康。第五个信号就是新项目能不能按时通过许可，完成安装和验收。政策和社区层面的阻力到底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，会慢慢显现出来。把这些信号合在一起，其实就能得出一个很清晰的判断框架，不用跟着市场情绪一会儿极度乐观，一会儿又过度悲观。Bloom 已经从过去只有故事没有兑现的阶段，走到了经营数据开始兑现的阶段，这一步是实打实的进步，不能视而不见。但它还远远没有走到收入来源分散、项目交付稳定的成熟阶段。AI 缺电可能是长期大趋势，但一家具体的公司能不能长期吃到这个趋势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道题。说到这里，也想听听你的看法。你更愿意把 Bloom 理解成 AI 时代的新型电力基础设施公司，还是高度依赖少数大客户的项目型企业？请把你的观点打在评论区。如果你也希望在市场最热的时候多一份冷静的拆解和判断，可以订阅这个频道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观点，我们一起理性讨论。最后还是想和大家说，市场里没有谁能替你做投资决定。今天这期内容只是基于公开信息和个人研究做出的分析，更多是提供一个观察角度，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。